我们最后一天了嘛，只有2场比赛。第2场的话是 ACT 对阵我们的 TB， 面是很难翻回来的，毕竟只是一个。然后双11这边的魔术师，对到不管是木偶师也好，魔术师也好，比较好去突破一点。来看一下，这边是直接往小房去驱赶一下。对，小房的话也是木偶师，正好是被放狗这个技能给克制到的。对的。看到了一下脚印。那对于木偶师来说，稳定的牵制就是尽可能去逼围龙，然后去变这个路易去规避一下。 现在的话，手里愿力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这边基本上是一个空地的区域了。是。这边的话，愿力值也是攒够，先交一个围龙，这边直接摇变。但是第2手围龙的话，基本上是踩不掉了，应该再变一次身。哦，这边没有直接第一时间变，但给到1刀也没关系。也是没有龙的状态下给到的。对的。哎，两边都能接受嘛？那你这边再交一个围龙出来。 哎，选择放狗了，看一下这边咬住。那这边结束的话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交互点去卡狗了，感觉给到1刀要直接倒地。板子也都用过了，那这个击倒时间还是非常快的，因为毕竟是虎简村，对，只有3个半台。看到大副的话，已经是千里迢迢往这边先贴一下了。嗯，但你的技能暴露了，其实对于救人位来说，他还是比较放心一些，对吧？所以说。 现在的话 ，Roland 其实最好要做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卡板，对，尽量把这个时间再给拖一拖。在这里，足迹已经发现，看一下要不要选择交围龙去逼救一下。尖交表还是很稳的。对的，前面的话也是有2个板子的交互点，所以也不着急。啊，其实阿卡也感觉不着急。对。对于他来说的话，你攒时间的话，其实我也可以攒愿力值嘛。 交1刀，还是打了一手针对。那这样的话，没有任何牵制的机会了。 对的，这边再补上手围龙，看能不能给大副1刀，没有给到，那选择不贪了。那另外一边看到史密迪那边已经是有点在藏脚印往这边踢了，因为倒地的位置的话，应该可能魔术就会快一点，毕竟另外一边狼焰它太远了。是的。 但魔术救的话，就可能没有这个化险为的一个效果嘛。不过好在 Green 他本身木偶师，你没有化险为救我，我反而能溜一会儿。对。啊，我只要下来秒点一下，像刚刚那样，你就算打我针对，我还是不会倒地。没错，但这边的话，很早的一个时间点就已经被排到了，这边把围龙拆掉，还是给到1刀，有点被逼救了。对，有点逼救的感觉。这边再转回来，再给1刀，没给到2次牵制。对，没有来得及点这个变身啊。是的。这一波还是比较亏的。 这样子你会发现，2次救援下来，其实密码机并没有涨到多少一个进度。是的。那另外一边的话 ，Smitty 这边已经是给到一个半状态了。虽然说手上有2个魔术棒，但其实我觉得很难牵制啊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比较偏向一个空地的位置啊。没错。往回钻的话，你可能更难以进点啊。这边都是一个很空旷的区域。然后还有一个魔术棒，但这边的话空地要看抬手交龙，再去飞轮躲刀。魔术棒一交，有围龙是有机会规避掉。 啊，最后的话还是击倒了。那这样等挂上以后，密码机会差2个半台。没错，而且其实对于阿卡来说，这一局最难的一个点已经突破了，就是2手节奏。去的是比较快的。对的，然后现在外围密码机的话是给到2个半台是有一个控场机会的，我觉得这局因为人一直是挂在很边缘的地方，就导致其他人他不敢摊一点密码机，是一定要马上贴过来。过来，怀表交了，那道具上面的话是消耗殆尽了，看一下这波救援。 如果说再能做到1次无伤救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对，看一下，但是还是比较难。主要是史密迪这边也比较难去牵制，毕竟手上也是空无一物了。一个月龙过来，再给1刀。那另外一边的话，其实教授已经在大门附近开密码机了。对，那感觉可能还是需要大副继续救呀，因为狼焰那边赶过来有点太远了。 这个时候来感觉有点来不及啊。对，我觉得可能还是脸上的人会比较现实，但是他又没有道具了，他怀表全都交过了。是，其实要么就这样子，哇，直角失常。其实要么这样就是，我觉得要不就卖掉他，然后去打一手跑1的一个对局，对吧？但主要也没烧到，那等一下有机会，感觉前面的一个淘汰救护条还是比较有空间的，又一个顶鳞片，再次顶到1刀。 那这一波的话是一个无伤救，对的，极限救下。那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交出来，但主要还是脸上这台密码机，因为被市场踹掉了，所以说史密迪很难牵制到你这个密码机够。对。
只能说后面2个人再去拉扯，或者再去修一台新的。是的，但起码好处就在于说你现在是暴露了底牌，已经切时长了。那对于求生方来说的话，我2个人是比较好去打这个拉扯，对吧？以及我在开门战的时候，哎，那我尽可能消耗你的愿力值，说不定有一方的门是可能可以点开，或者说跑地窖的。看一下 Roland 已经在大门那边兴起了，然后狼焰的话，毕竟他飞轮跟被动都还在，所以说站出来主动承担一下牵制压力。没错。那主要是他没有这手弧光返照。对。耳鸣也是起了，看到人，但维龙又没这照到，又没有照到，给了一个小缝儿。对的。给上一刀，外面马吉的话已经来到40多的一个状态。那这样看起来，感觉还是很难坚持到这个压好，因为毕竟也没有带弧光返照嘛，加上密码哎呦，的。哎，其实他有一个飞轮，有一个鳞片的话，我觉得有这个机会，因为愿力值不太够。是。但可惜在于说2个技能都没有交出来。啊，这样的话，另外一边也不太敢修了，但主要的话，身上也没有时间去摸道具。对。先把他往中场去挂一挂，因为刚刚看到你大概是在大门方向去破译了。是的。排一下你到底是往双11还是往大船走。就来到我们说到的，一看海边可能一览无遗，但是这个位置的话是已经进入到大船了，所以说对于阿卡来说，很难去远端看到这个人影啊。那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先把密码机给控住嘛，因为就剩1台在大门，另外2台全在木屋海边方向。是。求生也很难说短时间我去补到另1台。基本这种时候求生都要贴着地图边缘走了，所以说本来比较普通的一个距离，他要走更长时间。没错。然后你要消耳鸣的话，就必须要碰一下密码机。所以说这边的话，到海侧附近的位置，其实阿卡是应该往左边排一点就能看到耳鸣了，但是并没有。这边往大船走，耳鸣马上感觉就会出发了。那另外一边 Roland 呢也是在移动的，对他还在往小房这边靠。哇，这个耳鸣是完全一点没给到啊！那这样子可能会让阿卡觉得人在大门附近啊。但是他爆乌鸦了。哦，那没办法了。因为你贴的太边缘，就是阿卡，反正我只要一直在密码机附近，你不出耳鸣，你就要爆乌鸦了。是的，这边的话2个围龙过来，手上的话是有一个教授鳞片，对，但这边没办法进板，还是给到一刀。来看一下这边教授已经交出了自起，去破译那台密码机。对。那现在的话只有50的进度，只能看这手鳞片能不能扛到刀了，但是没办法。但是因为在拆龙。对。那手上的话还有自起，但这边狼焰我感觉是不太能松手啊，因为你但凡一松手的话，大概位置是很快能排到的。这个时候就硬修一下。对你反而不松手的话，其实会让阿卡这边要不要犹豫去挂人？那你挂完之后，我手上是没有这个传送的。要2个围龙才能过来。对，那现在的话，狼焰得拖到大副一整个淘汰技能做完，没错，再去双11这边有一个地窖。啊，这里看双方的一个博弈，直接鳞片顶掉一刀，但围龙的话必须要及时的去拆，不拆的话可能就掉不了围龙。那这样子回来，飞轮再躲一刀，但翻不过去啊！板子是没有办法交互了。对的，因为在你鳞片挡的第一时间的话，其实对于救人次牵制了57秒 ，Roland 的破译了。对，除非说是本身个他们还是比较有自己的风格。时间拖够的话，其实密码机就大概率不会差太多了。看一下，先冲着大门的方向去啊，是温皮的弓箭手，但这边是选择想藏一下脚印。没错，所以这里只有耳鸣，但是还没有锁到弓箭那个位置。但是耳鸣的范围覆盖的会比较大，所以说这边 Sprinter 还要找一会儿，但还好。其实波强他前期拖一点时间的话是没太大关系的，但这边的足迹还是没有看到，感觉有点晕头了。这个大模型我一直进不走的话，你确实是没有太有机会排到。确实，这边再绕回来。但还是没有察觉，其实我觉得大概率能猜到位置，果然看到了。对，啊，现在的话。刚刚基本都要逛到120愿力了。对的，再补上一个围龙，这样看能不能在前期有一刀的机会，但眩晕了一次。对，撕裂值，飞轮躲一刀，难道说可以留？哇，这一个后撤步是躲掉2个围龙。对，这边再打一手，再给一手。前面进板，还没有打到，还在，我的天哪！这个笼子也要消掉了，3个围龙无伤全废掉。
对的，这边没办法，被迫要去等一下这个撕裂值，对，不然的话一会儿我追着我又要被晕一下了。是的，维龙加交互点，但这边提前下板，再把维龙拆掉，对，太娴熟了 UMP 这边的操作。这边的话骗你抽刀的话也是走位非常灵活，手里还有道具，密码机已经来到了3台了，将近。美龙蜈蚣架住位置，但是同样有减速，还是给到了一个平地刀。那前面月裂值还够，再补上一个维龙空地的位置。龙蜈蚣看怎么去交，打了一手，但前面有个板区交互点。那这边一直走下去的话，还是会达到100%撕裂。对的，又100%撕裂，再规避一个维龙。那手上其实还有道具，只能先闪现拿一刀，但这个是1/4伤害。对的，这个有点亏，而且求生方这边已经来了一个队友帮忙，想去扛刀或者拆维龙了。对，而且 OP 的话，一看到你要放龙，他就主动往你脸上迎。对，哎呦，那还是给到一刀。但这样的话，你还是要稍微等一下。这个在脸上破1是不是有点？但是你确实不能拿它干嘛呀，对吧？你身上挂着62的撕裂值。这一波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劳力他只要把人给救下来，接着修就可以了。而且踢脸的话，也是防止被你拦到嘛。毕竟我手里的魔术棒也比较充裕。真的这一局教科书的牵制跛脚羊啊！就感觉已经把弓箭手跟跛脚羊之间的一个关系能做到的做到了。对。那这边再给一刀，然后正常救下，化险为掏出来。而且球商那边的话也是有做了备选方案，就是我有多修一台，就万一你改变计划要去管魔术的话，没错，还能再去有新的密码机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劳力也是帮忙拆了一个维龙，多消耗点阅历值，也是倒在了海边附近的位置。那要不这边要不选择换个位置来救援一下呢？是的，因为看起来大石头那台是要不了了，他直接去补一下49或者90的那一台就可以。感觉是跟 CT 来个换位。那这样子的话补一下船上。对的，换位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，就在于说密码机不太够，然后 CT 要不要选择帮忙扛刀啊之类的？感觉压碗再加一个化险为也差不多。对，得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已经把技能给切掉了。这边提前打一刀。感觉逼救，但其实对于 CT 来说不着急，还是不着急。我大不了一会儿再吃你一个有龙的伤害，因为现在密码机它是要拖出来的。是的，第3段又咬到。看一下soba那边已经是准备去贴门了。没错，那这样子的话完全就拖够密码机了。对，因为你现在有个20秒嘛，密码机差10%。是的，而且这边2个尾龙还没刀，在开门战之前把自己的阅历值消耗的非常多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他开门战来讲的话，手里的愿力不太够啊。虽然说有个船，但球商那边也是直接贴门了。就你现在有个问题在于说，你开门战可能没办法迅速解决掉弓箭手。像他手里还有个飞轮。对，所以说看到 Sprinter 这边的话，也是尽可能去拖一下自己的愿力值。对。然后去想一下自己的开门战怎么去打，因为现在能锁定到的一个信息就是你大船是有人压密码机的，是，所以说大船上这个人很难走。对，并且这边的话海边还有一个弓箭手，只要快速解决的话，其实大船这个人还是不好走的。直接往海边这边倒，让你挂久一点，门是肯定能开的，然后小门的2个人能走，就看大船这个人要不要去走地窖，因为他走门的话，大概率会被传送拦下来。但地窖的点位的话是在双11，应该有排过，因为我看 Lolly 的走位是有点像。很直接就冲着地窖去的，但 Sprinter 这边的排点是直接往海边排，以为地窖在这附近，但是人影根本不在。对，这样子的话，也是在下半回合，RC 求生方率先拿下一个3跑。是的，大粉，因为还是打平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首先我是偏一个追击，你就要考虑，我觉得 Sprinter 怎么去应对吧。他的话是没有选择去大房，先往中场去。那小房那边的话是有一个气象。对的。感觉是想去找一下祭司啊，想找佣兵啊，我感觉他是，但是这边佣兵跑的其实很快啊，拉远了，一抬手发现我放双双惊喜的地方连人都没有啊。对，那只能绕回来，来到大房的位置，把2个人驱赶到同一个点位。这里的话是soba的祭司。对，那祭司的话，其实没有在双弹的情况下，牵制喧嚣，我觉得还是没那么舒服的。会有点难受。对的，前面上了一颗球，但第2个分身他躲掉了。对的，第2个躲掉。那感觉还是在动用完之前会比较难有一个贴近身位的机会啊，基本上都是一些长动。这边再转过去，手上双星系 CD 也好了，就想隔墙给一下，但这边soba的走位还是给到了一个。
最后一颗飞轮躲骗一下。对我直接飞轮过你这个焰火舞台，对吧？对，那前面的话应该是有一刀了，飞轮交过。那手里的话会有一个洞，但是一直被沉默到了。张狂响起，这边的话其实短板是不太好去博弈的啊。这边再一个双重惊喜没有叠上，交出一个洞，但打断了，再给一刀直接击倒。然后你一直在脸上想交动的话，这个焰火很容易封到你，你的技能就是一亮一暗的。是。看下来密码机的话是2台半。半多一些，因为前期还是干扰比较多的，把空军跟祭司一直在往同一个方向赶。对，那对于球方来说，我觉得这枚马吉量是差不多够了。对，因为他们现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嘛，所以说他们保稳打。对的。看到这边 CT 过来救人，哎，躲一下双重惊喜没上到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不好去摊双倒了，还要再去摊。想摊。这边是0颗球啊，硬摊的话。只能移形补距离了，并且还，但这边索把是有洞的，想反钻没有钻回去。对的。那这边没办法，因为你下移之后就身上2颗球了。没错。这样子的一个救援是非常成功啊，因为你现在密码机进度是不太会有拖延的。考虑了一下又没有往里面牵，想了一下那边可能是有个空军在。对的。然后这双倒没有摊到的话，移形也暴露了，对于空军来说，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救援空间。甚至说我这边要不要去保一下，像祭司给他一个36，这边也是提前拦截，先把枪交出来。这边的话，以防去提前拦到一刀。我直接先无伤救了，能不能牵制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这边的话洞也没有攒好，所以说大概率是很难有牵制空间了。对，就先保一下空军自己的状态。慢慢的一个博弈。飞轮那有机会了，因为飞轮马上要好了，而且洞的话再拖一会儿也能出来。这边 ONP 的话已经来保人了，没错，看一下前面帮忙挡了一颗球，一个强风把双重惊喜废掉，这边只上到1颗球的手把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转到短板进板。那身上的话只有1颗，对，有一个红球，但是手里的洞也好了，不过这个位置不太好打洞啊。是，那给了双重惊喜直接击倒。但密码机也拖够了呀，对，拖出来很多了。主要这一波下来，你淘汰掉祭司之后，发现每个人都是满状态。没错，然后密码机也是来到一个最后一台，而且脸上还是90的，其实不太好控了。然后选择这边去找拉尔里的位置，拉尔里的话大防点位有一定牵制空间，而且他手里是有个怀表的，刚刚是及时补充了一下道具啊，所以说也不是说能快速击倒的。没错。然后新的一台以及遗产都在补了，还骗了一手双重惊喜，很细节的一个假翻窗，全都空了，而且，摇到你的话就很难给他上到标记了。是的，不清楚他的具体位置。看短板这边还是没有给到上球，下板。空中飞人赶过来，双重惊喜的话 ，CD 好了，这边叠一下，没叠到2颗，还在走位，飞轮再度清掉。我的天啊，阿吕这个走位真的是。那这样的话，最后一台密码机2台一起修都是70的一个进度。对。奥里很有机会说牵制到密码机压好呀。没错，让先布的话给到一个红球，那还是打了一个半状态，密码机就差。20多了，能撑到吗？感觉还是这个怎么说啊？还是比较难撑的，还是差了15%。然后往角落去挂。但这边救援的话，其实提前量也挺高的，就已经来到脸上。对，就你刚挂上，我已经贴椅子了。对，把人救下。而且大家都是有弧光返照的嘛。是的，双重惊喜交出来，但这边的话其实不太好牵制，还有个双重惊喜再补上，没有给到2个球，那这样子的话还能再拖。对，空中飞人 CD 好的，看人不要飞，没有选择，博弈飞过来，再给一刀直接击倒。另外一边的话，气象已经是点到门了，而且进度非常多，主要你是没有挽留的。对。而且 CT 就在脸上，如果你敢过去找气象的话，这个人我又扯起来了。没错，先排一下点位，已经排到脸上的气象了。感觉佣兵要去救人了。对，但这个门特意留了一个98，我感觉是故意留下的细节。对，先一个强风推走，那边人是可以扯下来的。是的，知道你没有挽留，这个时候只要你敢摊我，那我这边再把门点开。其实这个时候你回去找不到空军的话，对于求生者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3跑面的。但他现在有可能留下来。飞轮没有交出来。对。
但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门是已经开了，另外2个人你没有办法一下解决，主要有个满状态的佣兵在这儿，你就会很烦他。是的，对于 Spencer 来说的话，就尽量把人给挂远。挂这么远吗？但这个位置的话有飞轮，另外一边队友有可能出门的。看一下，地窖是在脸上。是的，这边护腕交出来了，要猛赶。再补上一颗球，最后一个爆弹，躲掉了，能给到吗？这边再博弈翻板，没办法了。哎呦，那可惜了。主要那一步大分，但对于 RC 来说，保格局这个角色真的很难牵制。不，这个位置的话，应该还看一下这边起追的话是找火灾的方向。我觉得我就近追了。脸上是史密迪的火灾调查员。没错。天赋也是非常干净，我直接点一个踩板。然后到脸上这里，哎，隐约断了一下，给到一波转点机会。打掉气囊，有回速，但是这个回速的话，刚好是拖开了这个距离啊，所以没有选择回了。那前面的长窗再绕一下，哎，隐约又断一次，有点小失误，回速过来能打一刀，我的天，极限呐！那这一刀没给到的话，其实前面的话短板就有博弈空间啦。而且这个球的话，他有机会再利用一下。对，这边还挡住了个隐约的位置，再弹一手。对，又有一个加速，还能进到前面短板，看一下这边能给到吗？过板刀，直接过板了。可是想要过板还是太快了。前面秀了这么多，我闪现一好，你还是要倒。而且甚至闪现也不用交。对，闪现刚好嘛，但因为我留影了。对，我闪现之前只要能拿一刀，那你基本上还是这个节奏点倒地。对。这有歌剧的一个强势之处啊，所以说这边就看他怎么打手椅了。看一下佣兵是贴过来要依旧的那一个，感觉其实这几次救援还是很难保到火灾调查员那个限制的。对，因为现在你气囊是消耗殆尽了，没有道具了。哦，佣兵这边也是要过来。一刀。直接走过来，他也是省了一下道具。没有追佣兵双倒，这边还是要去打一手针对，给到一刀。就正常的打手椅，我觉得对于阿卡来说就已经很足够了。对，然后把气囊给收起来一下，然后后面看别人来救的时候能不能26一下。这里也是拿他开了一下2阶。这局如果要26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得看一下幸运儿这边有没有去摸信号枪。那我看了一下右下角好像并没有，还是让记者过来去救援一下。那就一定得吃刀救啊，给到这边放气囊弹走或者堵路的一个机会。看一下，但这个外围拦截的话有说法，能不能拦截到？哎，拦错方向了。方向是左边，另外一边过来的。对的，这边回输过来。但已经是贴椅子了。对，这边先给我，但这边记者是利用了一个走位。是的。奥飞扛刀。这个秒放娃扛刀。对的，在飞轮躲一刀，但这边的话应该不打算扛了。对。主要是2个人离板太远了，给监管的一个选择范围太大了。是。但这个救援已经非常完美了，它是一个无双救。去利用奥飞砸板，但我觉得这个未免会给到一点机会啊。还好这边断了一个隐约。砸是砸了，但这个毕竟有点太慢了，对于监管来讲很容易反应过来。当时阿卡想去弹一刀，但是隐约好像断了，所以说导致没有去追那一刀。对。那现在的话，上楼的嘛，这就管一下密码机。这边是一个半状态的佣兵，2个护腕根本不够用，直接闪现一刀。甚至说这里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密码机的一个动向啊。没有，先选择挂了。而且看了一下，他们是没有打算要佣兵这台1半的密码机，是狼焰在那边兴起了，对。对。开的还是很快的，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点，就是密码机这边有个小3连。中场的2台以及佣兵这台遗产，我觉得对于监管来说的话是比较好去管的，而且歌剧的高机动性的话，压力还挺大。主要这几台的进度没有那么满，只是刚到1半。回溯回来，但是幸在摸箱子，不能松手，只能硬摸了。那只能先弹护腕过去，而且他没摸出来那个道具的。好在刚刚回溯是交过，没办法打以前刀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再追一下飞轮，然后又翻过去，哇，已经是拉满了。对的，这边还躲一刀，有机会吗？没机会了，已经是尽力了，牵制了很久的一个时间。那看一下这里佣兵是不是要跟
记者那边去换一下位置，主要脸上的密码机都不太敢修。嗯，还是刚刚说的，留的密码机离这个椅子也都比较近。是，这中场这3连还是挺难受的，而且对于歌剧来说，这个3连算是比较紧密的了。对，比较近，比较好守的。对的。那这个时候外围密码机刚亮一台，其实能锁定到位置啊。记者是一个满状态，我觉得可以先打一手记者状态，然后再出来管密码机。而且的话，这波也没有花显围了，你直接打针对上的上也可以啊，这样大家都是很残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这里看能不能快速的拿到幸运儿一刀呢？可以选择不挂再去管佣兵，但这里隐约又断了，有点着急啊卡。看一下，拿不了记者刀了。只能拿幸运儿想扛，没扛到。是，这个还是太难了。对，相当于在空地。虽然说他放的已经很精准，离幸运儿很近了。那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有一个选项，就是直接把它挂上，因为2个都没有回光返照，对吧？对，记者这边是不可能来。对的，但他有个救人奥飞，就看这个救人奥飞怎么交了。那如果把隔板交的话，有可能打奥飞你翻不过来啊。想打神队，给救下来了，还是打到了。那前面的话，记者也走不开，因为没有回光返照，没有加速。对，而且你的道具真的是交光了。对的，闪现 CD 的话也是马上好了，可以切底牌的，不着急。这边把它往记者方向那边去牵，看一下你的脚印。而且佣兵那边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贴门的，因为你刚刚是压密码机的。这一局要什么？这局要2人保平局啊，他们。不然的话就终结了，所以说对于球员方来说，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错误选择，直接这里哇砸了个头，打板，缓过一口气了。是的，但是脸上虽然说有一个护腕，但距离地窖太远了。而且另外一边还没有点门，狼烟也在脸上，已经看到狼烟的位置了。对，然后确定一下，把人赶走，锁定一下佣兵的位置，再回头抓。对，就确保佣兵这边没有办法点门，他已经是要倒地了。对。看一下回他现在直接把佣兵挂上也可以，因为只要3抓就能结束比赛。就不用贪。对，我先挂上，然后其实记者本身还是走不了太远。而且这个时候也看到了，虽然说你轻步走，但是这个位置还是能看到的。对，因为你们是要争一个平局嘛，所以说你会来找我的。然后你没有救人奥飞了嘛，刚刚也交过了。对。所以说只能博板了，一个抽刀，那直接带走，那也是恭喜 RC， 恭喜 RC。拿下比赛的胜利，然后会进入到我们对进大，但可惜就在于说，我们都比如说你就放心大胆去发挥。